二爷带我拓展军方人脉，却被嚣张军二代嘲讽是来攀交情找工作的，不仅当场甩脸色砸场子，还扬言要找人来收拾我们，却不知他即将在2个小时后意外死亡。我把消息提前告知他爷爷，却被当神经病赶出家门。然而当他接到来自医院的噩耗时，这才把我们及时追回。没想到回到医院，纨绔军二代竟反咬一口说毒蛇是我训练养他的。切，好，很好。刘忠汉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救援公司老总的电话。你公司里还有多少人？都给我喊过来。刘文龙听得心中窃喜，以为爷爷已经上当，肯定是想喊人教训叶枫。爷爷不用从外面喊人了，他这样的混蛋，我们自己就能收拾。刘忠汉瞥了他一眼，不着急，等人来了再说。姓叶的，你没想到会有人通风报信，把你的恶行告诉我吧？你也不用详解释什么，我只能说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看着他那嚣张的样子，叶枫不由叹出一口气。这家伙真是自己作死，好歹我也救了你一命，不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可你也不能做咬农夫的蛇吧？就算咬，你也稍微花点心思，别搞得这么蠢好不好？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腻歪了。10几分钟后，一群救援公司的人就出现在了病房。刘忠汉亲手把门锁死后，指着那些人，就这些，有一个算一个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打到连他们爹妈都不认识他。是。爷爷，你干什么？这件事又不是他们干的，是叶枫在背后搞鬼，你打错人了。打错了吗？我看没有打错。你个兔崽子，学什么不好，学栽赃陷害。老子这辈子最见不得的就是血口喷人，好好的人都被你们冤枉死了。你敢干这种缺德事，今天我不打死你！刘爷爷行了，教训一下可以了。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都退下吧。此时刘文龙的那些朋友都被打趴在了地上，被揍得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刘文龙更是满脑子浆糊，好端端的爷爷为什么突然发火？但他并没有彻底放弃。爷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他这个人心眼子特别多，你不能被他骗了。这得多没脑子，才能如此看不清形势。如果刘爷爷真有相信你的可能，就不会喊人来弄出这么大阵仗了。果不其然，刘忠汉当即提着拐杖，对着刘文龙又是一顿乱打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一点记性都不长，还没脑子，老子把你打死算了。眼看着刘文龙被打得差点没当场昏迷，叶枫再次上前把刘忠汉拉开。刘爷爷，您别太激动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说我怎么养出这么个没脑子的玩意？慢慢来吧，你以后要操心的事情还有不少，为这么一件小事伤了身子不知道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些混蛋敢污蔑你，没直接把他们当场枪毙都算客气的了。他们污蔑人，您也教训过了，我觉得就这样算了，息事宁人。毕竟您在省城虽然很有影响力，但打得太狠，难免让人说您以大欺小什么的。咱们自己明白怎么回事，却架不住外面人嘴杂。至于您的孙子，我觉得还是关起门来再说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实在不行，把他送去救援公司锻炼锻炼。对呀，这个法子好，救援公司每天这里跑那里跑，累得要死，就把他送那去，看他还有没有精力胡来。能锻炼身体，又能看到人间疾苦，一箭双雕的好事。什么救援公司？我这小身板去了还不得被累死？刘文龙直接眼睛一翻，彻底晕过去了。难怪老爷把你夸得跟花似的，你小子脑子转的就是快。切，就按你说的办，你们这些小王八蛋都给我滚，以后不准再接近我孙子，再让我看见，让人把你们腿打断。一群人如蒙大赦，慌不迭地爬起来跑了。哎，一群软骨头。下午时分，救援公司总算把刘慧明送了回来。老三，我的老三啊！刘慧明满脸茫然，不知道该伸手还是该干嘛。正如叶枫所说，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已经不记得眼前的老人是谁了。二爷看到这父子俩团聚，却在旁边叹了一口气。叶枫知道他心里难受。您是觉得自己比他不幸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他儿子孙子都在，我却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不比他难。这话说的，我算不算您孙子？诺诺算不算您重孙女？说起来，您比他早抱了重孙女，还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不是应该出去到处显摆吗？二爷抬头看他，神情有些异样。他当然明白叶枫这番话是在安慰自己。他抹了下眼角的泪水，笑骂道：“你这臭小子倒是会说话。”叶枫，多吃点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对了，我听老叶说你是做房地产的，只是临时给朋友帮忙。房地产这一行虽然很赚钱，但说实话，我并不喜欢。年轻人应该做更有意义的工作，搞点研究，实在不行，搞和民生有关的东西，不能只看着钱。其实之前我也一直没想过自己该做点什么，以为就这样不愁吃喝的过下去也还行。但自从看过你们战斗的历史资料后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，但越安全就越应该思考不安全的时候要做什么。所以我想搞一搞能支持国防建设的东西。军工嘛，虽然对普通人来说这一行的门槛很高，但如果你真想做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几个厂，到时候安排你进去做个管理层，倒也不是很难。我可不是为了进厂里混日子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提供先进的军工技术？有多先进？领先全世界。领先全世界，包括老鹰和熊。是的。